经过了去年9月15号的以太坊的 Merge 巴黎升级之后，紧接着就是马上要来到的上海升级。围绕着上海升级，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了非常多令人兴奋的新的叙事以及炒作，还有甚至多了新的质押赛道和 Layer 2 赛道。而今年更不用说，币圈整体从年初到现在的小牛市，基本上就是由以太坊上海升级所领跑的。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保证你会对以太坊今年度预计的2个重大升级，上海升级还有 Capella 升级，会有更高维度的了解。Hello， 大家好，我是 Jazz， 目前在区块链产业工作，也一直持续关注着币圈和 Web3 动向。想要一起学习 Web3， 喜欢相关内容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 Jazz Web3。本部影片将会一起来聊一下关于上海升级几个讨论度非常高的议题。第一个是上海升级的内容，第二个是上海升级还有之后的 Capella 升级的时间线，第三个部分是关于上海升级利好的相关赛道，而最后一部分是上海升级会造成抛压吗？以太币的币价会因此而崩盘吗？首先，第一个要提的重点当然就是万众瞩目的信标链提款，而要彻底理解提款，就必须要对信标链的历史和演变有一些基本的认知。早在2020年12月，以太坊就有了信标链，而最初，在信标链推出之前，以太坊就只是一条单独而且完整的区块链，共识引擎 POW 和执行引擎 EVM 在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的耦合还有分离，就如同这张图上面。而在信标链推出之后，以太坊由一条区块链转变为2条平行链的结合，上面的那条就是信标链 Bitcoin Chain， 而下面那条就是执行链 Execution Chain， 运行的还是原本的 POW 机制。在这2条链之间通信的唯一方式，就是如图上面显示的存款合约，也就是从以太坊 POW 主网向信标链发送存款请求，存入并锁定32个以太币，已成为一个合格的验证者。所以从2020年开始，就陆续有人存以太币进去，一直不停的存到信标链上面。若你对这些基础名词还有疑问，或是想多了解的话，可以看我上一部关于以太坊升级的影片，我会放在资讯卡上。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截至目前为止信标链上面的一些数据。目前总有1600多万颗以太币被质押在信标链上面，总共有将近52万的验证者，总共有96200个独立的以太坊地址，然后目前总质押率在 13.74%， 这跟其他的 POS 项目相比是比较偏低的。然后目前的流动质押率在 33.41%， 而最后一个是最惊人的一个数据，目前全部的质押比率中 Lido 这个项目就占了将近 30%， 非常夸张。然后来看一下这2张图，左边这张图是以太币存款量， X 轴是日期， Y 轴是数量。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中开始，币圈出现了一连串的暴雷事件之后，这张图的数据就开始慢慢的往下掉了。而右边这张图是信标链上独立的地址数量， X 轴是日期， Y 轴是地址数量。同样2020进入熊市之后，整体数据就急速的开始往下掉。接下来看一下这张图，左边这张图列出了各种可以向信标链上面提供存款质押服务的各种协议或者是交易所。我们要向信标链上面存款的话，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透过中心化交易所，例如币安、Coinbase、Kraken 等等都提供这种服务，或是透过各种质押协议，例如 Lido 或 Stackfish 来做，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加节点，但一般不会去自己加，因为成本太高了。然后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就 Lido 目前它整体的量是非常的大的，完全碾压其他各种交易所或是其他各种质押协议。接下来从这2张图来看一下，非常有趣。我们可以得知，目前质押在信标链上面的资金，大约有 80% 是属于亏损的状态，有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比例大概在2000到4000左右的这个价位。
这也是最近这1年多以来熊市，整体以太币价格持续在往下，不停的往下掉的结果。去年9月的 The Merge 巴黎升级指的就是这2条链的合并，以太坊成功从2条平行链变成了1条链，但主要还是由2层所组成，即信标链、共识层，还有执行链、执行层。这2层主要通过 Engine API 来沟通。以太坊的共识机制也成功从 POW 转为 POS。接下来这张图就是这次上海升级预计会部署上去的 EIP。EIP 简单来说就是以太坊改良提案，提案之后不一定会执行，这通常都要经过社区漫长的博弈过程。其中大家看一下，其中的 EIP 4895 Be Account Chain Push Withdrawals as Operations 指的就是信标链提款。是的，经过上海升级之后，所有的验证者终于可以进行提款啦。这也就代表着验证者数量终于能够进行动态的变化，可以增可以减。这对于以太坊长久经济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要提到的 EIP 是 EIP 3651 Worm Coinbase， 主要目的就是降低智能合约访问 Coinbase 地址的 Gas Fee。什么是 Coinbase 地址呢？简单来说就是以太坊协议它自己本身的地址。之前还是 POW 公司机制的时候，矿工拿到的矿工奖励以太币都是从 Coinbase 地址拿到的。而智能合约开发时，有时为了某些功能会需要访问到 Coinbase 地址。在这个 EIP 部署了之后 ，EVM 在合约执行交易之前，会把 Coinbase 地址给初始化进来，以节省 Gas Fee。第二个是 EIP 3855 Push Zero Instruction， 主要目的是降低将0推入 Stake 的 Gas Fee。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左边那一排有 Push 1到 Push 9，Push 1到 Push 9，然后大概每个的指令花费是3个 Gas。现在虽然可以透过 Push 1这个指令把0给推入 Stake， 但是会需要花费3个 Gas。简单来说，此 EIP 部署好之后，Gas 将会降为2。第三个是 EIP 3860 Limit and Matter Init Code， 主要目的是增加单一合约的容量大小，增加了2倍，可以支援更大型的合约。合约大小增加，理论上效能就增加了。单一合约可以包含更多的功能以及逻辑，并且导入了统一的合约大小 Gas Fee 计价机制，以便未来扩充。而最后一个是 EIP 6049 Deprecate Self Destruct， 主要是宣告未来将会取消 Self Destruct 这个操作。目前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操作销毁合约本身，并返回合约内的钱。这个 EIP 部署上去之后，并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它只先宣告说这个未来这个操作将会被废除，让开发者可以先早一步提早部署，提早去做一些准备。接下来简单说一下 EOF。目前的 EVM 只有一套解释和验证规则来处理所有的合约，而 EOF 的导入将会带来一种新的智能合约格式。在前年2021的时候 ，EIP 3541就已经先上线了。它的上线就是为了之后 EOF 相关的 EIP 来做一个铺路，而未来 EOF 合约可能会取代所有的旧式合约。而我们为什么会需要 EOF 呢？第一点是 EVM 的版本化，这使得新增或移除 EVM 的某个功能变得相对更容易，防止 EVM未来变得越来越复杂还有笨重。在现在，如果要移除 EVM 的某个特定功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以太坊庞大的生态系有可能正依赖着 EVM 的某个特定的行为，所以说如果随便去移除某个功能的话，将可能会导致无法兼容。第二点是将 EVM 在运行时的验证转移到部署时验证，这会使得 EVM 的开销降低，并且使得我们的合约程式码更加安全。也就是说，潜在的错误被部署到以太坊主网的几率将会大大的降低。第三点 ，EOF 将会新增一些新的指令来降低 Gas Fee。第四点是程式码还有数据的分离。
然后我们来简单聊一下 EIP4844。EIP4844 完全是为了 Rollup 设计的，它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数据提交和验证的开销。目前 L2 中的 OP Arbitrum 中的 Gas Fee 已经比 L1 便宜大概3到80倍，而之后的 ZK Rollup 甚至可以达到40到100倍。EIP4844将会提出一种新的资料结构 Blob 容量可以达到125 KB。未来 EVM 将会可以验证 Blob 上面的零知识证明，这边以后另外再做一个影片来说明。而 EIP4844 还有刚刚提到 EOF 并不会包含在本次的上海升级中，他们这两个部分主要会在之后的 Capella 升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目前放出的预期时间线，3月预期将会就会进行上海升级，而4月官方的重点将会希望完全可以把 EIP4844给完全测试好，而5月将会迎接可贝亚升级，将4844部署上去。上海升级第一个利好的赛道当然就是质押赛道。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好奇，以太坊 POS 任何人都可以去质押以太币成为验证者，为什么还要使用质押协议呢？主要有以下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降低门槛，像比如说你使用 Lido 的质押协议，你可以质押任意数量的以太币，而不一定要32个。第二个是释放流动性，比如在 Lido 上面质押以太币，可以获取 STETH 可以参与 DeFi， 或者是可以将近可能一点点的耗损，可以兑换成 ETH。而 Lido 以这张图来看 ，Lido 毫无疑问目前在这个赛道是王者般的存在，而且如果拿流通市值除以质押数量作为衡量指标的话，那么 Lido 的指标是32，而 RPL 是103。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所以反而 Lido 在市值上是更被低估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但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下，因为进去可能有可能被套，会被大量的砸盘，因为目前 Lido 还是一个筹码高度集中在庄家的。SSV 是质押基础设施，它的 DVT又名分散式验证技术，可以使多个节点营运商能够运行分散式验证器，从而减少单点故障，并为去中心化和节点多样性基础建设弹性还有安全性方面提供了各种重要的优势。简单来说，无论是 Lido 还是Coinbase 或其他的质押协议，他们开放入口让用户来存以太币，但他们其实还是需要底层的服务商去帮助他们去实现真正的区块链上面真正的质押，而 SSV 是这些服务商中技术最强的。SSV 的投资人里面有 Coinbase， 捐赠人里面有 Lido， 技术支持里面有以太坊基金会。然后大家看一下这张 V 神的以太坊路线图。SSV 的核心技术正是这张路线图中红色框起来的部分，分散式验证。接下来利好的赛道要说的是 Optimism OP， 以太坊之后的升级路线也都是利好 L2 的，而 L2 中目前唯一有发币的项目也就只有 OP， 也就是说所有的资金如果要炒币的话，要炒也只能够拿来炒 OP， 目前没有其他的选择。虽然 Arbitrum 有预告说可能快要发币，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发。但是如果投资 OP 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之后逐步解锁的空头会造成大量的抛压。我认为上海升级并不会对以太币的币价造成太过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会有抛压。我的论点是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排队限量取款。上海升级的开放提款，它不会一次让所有的量一次的提款出去，它每天其实是一个限额排队的机制，周期为整整1年，每天大概只能够提5万个以太币。第二点是沉没成本，透过链上数据，我们可以知道，目前的质押用户大约80%左右是亏损的状态，也就是说，很多的价位大概是在1700到2000左右。
他们如果要抛售的话，也就要考量他们的，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认赔。第3点是质押协议早就发了对标 ETH， 很多的协议他们都有发了一些质押的凭证，例如 STETH 和以太坊大概只有 1% 左右的价差，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抛售的话，其实早就已经可以抛售了，不一定不会等到上海升级了才来抛售。再来，参与早期质押的用户大约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太坊的长期支持者。早期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入以太坊质押市场的，都是可以承受比较高风险的用户群体。他们大多都是以太坊长期还有坚定的支持者。这部分人在目前熊市的状态下，相对来说，抛售的意愿比较低。而第5点是，随着质押解锁的开放，我认为，还有可能反而机构会增加机构大举入场的机会。再来就是以太坊经过了 POS 之后，它的资产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整体是不停的在呈现一个通缩的状态。然后再来是以太坊的质押收益率是动态博弈的，也就是说，就算有了抛压，那殖利率就是其实是会往上升的，质押量越少，利率越高，也就是说，利率越高的时候可能会吸引新的资金再进入质押，它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然后最后一点，我认为不会造成抛压，原因是因为上海升级除了以太坊质押解锁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 EIP， 虽然影响可能不大，但都会减少一些 gas fee 的消耗，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的。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感谢收看，我们之后影片再见，拜拜。